大家好，我是房车玩家浩东。目前购买和使用过3辆房车，有5个年头的房车使用经验。在网上发表过近1000条的房车生活视频，以及300-400条关于房车经验分享、房车生产制造的视频。一直以来呢，有很多网友问过我，什么样的房车好，让我帮着推荐一下。但实际上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在评论区或者是通过私信，基本上没有办法来回答。因为我觉得房车是一个系统性的东西，它比咱们一般的家庭乘用车要复杂得多。想买一辆好用的房车，需要考虑的因素也更多一些。那选择不同的底盘，搭配不同的布局和配置，最终完工以后的房车呢，使用起来也是大不一样。但不管怎么说，好用的房车它都有一定的共性，所以今天我想用一期视频来简单而又全面的描述一下我所认为的一辆好用的房车都具备哪些必不可少的条件。我这2天总结梳理了一下总结出来这么15条，暂且把它称作浩东房车经验15条吧。今天在这里向大家分享，希望可以帮助到一些喜欢房车、想了解房车以及准备入手房车的朋友。那么首先第一条，我觉得房车要有足够匹配上装重量的承载能力和动力。打个比方，就说是 B 型房车，一般用 V80 或者是 V90 都可以做。V80 V90 的这个上装承载能力大概是 1.8 到2吨之间，那么 B 型房车的上装总重应该是 1.1 吨左右然后呢留出来个700-800公斤，我们用于装行李装水。然后呢这个底盘的舒适度也压出来了，它的动力也足够，它的这个承载性也足够。比如说依维柯底盘承载能力的大概是2吨多，这个咱们房车的箱体家具等等做个1吨多，然后再留个几百公斤装水装行李，这就比较合适。但如果说是反过来用 V80 或者 V90 底盘来做一辆 C 型房车，这样它的动力和承载能力明显又不足。那么如果用依维柯底盘来做一辆 B 型房车呢，它的上装重量太轻又压不住这个底盘，舒适度也出不来，它的成本又比较高。所以说这就是第一条它的动力、承载能力和上装的重量要匹配。第二条，房车的底盘或者是箱体要有足够的生活空间。比如说我们的短轴车，咱们能用的这个空间就是B柱到后门这个位置呢，基本上都在2米多，它布置不了一个完整的房车内部的布局，要么是床不够，要么就是卡座区域太窄，人坐着不舒服，这是这个生活空间要够第3条，房车内的设施家具布局要合理，并且要实用。那我在这儿呢就再打个比方比如说是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 B 型车布局，就是把卫生间放在驾驶座后边，也就是这个地方我坐的这一块区域。然后呢后边做一个床，横床，然后床边上呢放一个对卡座的这样一个布局。这种车你放在展厅里边确实看着很合理，但是实际生活用下来，房车里边杂乱无章储物空间太少我觉得这样的房车布局是非常不合理的。然后还有一个我不看好的布局呢，就是 C 型车后进门的这种布局我觉得这种布局明显就是本末倒置嘛。我们房车的首要功能就是住宿，后进门的房车呢一上来以后，首先是一个卫生间，然后呢是厨房，前边有一个比较大的客厅，我们睡觉的地方呢就是额头床。我觉得这样一个布局本末就倒置了。你首先把房车的主要功能做成客厅了，而不是住宿。房车更多是我们自己来用的，而不是在房车上用来会客的。
经常玩房车的朋友呢，一般喝茶、聊天、会客都是在车下，因为房车是一个半户外的生活嘛。所以说你把房车做成了一个客厅为主的东西，实际上本末倒置了。第4条呢，我觉得房车制造的工艺和做工要经得起实用和时间的考验。这条怎么解释呢？就是有些房车你停在展厅里面看着确实漂亮，制造工艺呢它也看不见，比如说是用的什么样的板材用的什么样的水管，用的什么样的电线所有的房车基本上都是质保1年。你可能在提车以后，那在这1年之内用着都挺好，那用个3、4年，板材也开胶了，电线也老化了，这个功能不灵了，那个功能不灵了，这肯定是不能被大家接受的。第5条呢，我觉得一辆好用的房车要有一个可以供人舒适休息的固定床铺。这一条呢，也应该是前2年已经是一个共识了，但是呢，这2年我发现这个共识呢又不被看好了。现在新出的一些房车真是什么样的都有就像我刚才打的那个比方C 型车后进门本末倒置的这种房车使用起来真的是舒适性不会太好固定床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第6条，我觉得房车的水电配置容量要足够保障实际生活所需。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比如拿我现在的这辆房车说，是一个4座的布局，然后呢额头床是可以住2个人，后边的大横床能住2个人。那么我这样一个布局的一个房车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我觉得至少房车在满员状态下，夏天的时候4个人可以在房车上洗澡，4个人的衣服用洗衣机给它洗一次，然后4个人一天做3顿饭，你最起码要有洗菜的水、洗碗的水，对吧？你一天生活下来，这些水要满足这4个人用。你不能说是老大老二先把澡洗了，然后呢等老3老4来洗的时候水没有了，中途又去加水，对吧？这样我觉得这个体验就不是很好了。也不是说是咱们4个人用好几天，你最起码1天加1次水，晚上比较热，你能够支持1晚的空调来使用这是一个水电的一个最低标准。第7条，我觉得要随时随地可以进行温度干预要有暖水系统。啥是温度干预呢？就是空调或者是暖气嘛这样也是一个舒适度的一个基本的保障想洗澡的时候有热水。我觉得房车生活不是流浪生活我们花了好几十万买这样一个东西，如果说是连澡都洗不了，热的时候在车上热死，冻的时候在车上冻死，我觉得我是接受不了的第8条，我觉得也是比较重要，就是可以解决一些迫切的生理问题，可以在房车里边梳妆打扮，可以洗漱最起码有一个洗手的池子或者是洗脸的地方，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因为每天我们房车上的每个人都得用到这些功能。有些大男人可能觉得他们就兴奋一条就说是没有人的地方处处是厕所，有人的地方到处有厕所。我觉得房车不是厕所到厕所之间的旅行，你不管走到啥地方，这个文明还是要讲的，对吧？第9条，要有足够且合理的内外储藏空间。我觉得房车生活是一个半户外的生活，有户外生活的部分，也有室内生活的部分。比如说我们睡觉在车里睡，比如说我们洗完澡要马上换衣服，所以说像衣柜呀，或者是一些很私人的这些东西就放在房车里边所以说一个好的房车它必须要有合适的足够的房车室内储物空间，也要有一定容量的这个室外储物空间，比如说这些户外用品灶具还有那个什么户外的桌椅板凳，这些东西放在户外就比较合适，这样用起来比较方便收纳起来也容易一些。第10条，我觉得要有必备的生活电器比如说是电冰箱、洗衣机烧水壶、电饭煲、微波炉等等，这些
东西啊，根据你自己的生活所需，自己购买也好，或者是房车厂给你装好也好，我觉得家用电器现在是保证我们有一个生活品质的一个必需品。第11条，我觉得要有起锅烧油、生火做饭的功能。咱们暂且不说到底在室内做饭比较合理，还是在室外做饭比较合理，这个不说，房车必须要有做饭的功能，这是一个大家都承认的东西，对吧？第12条，我觉得房车要有隔音、隔虫、隔光、隔热的一些能力啊。隔热既要让里边的这个热量冬天不至于很快的散发到外面，夏天的时候呢，打空调有一定的隔热能力呢，这个空调更省电。第13条，不能有一些既占用空间又不经常用的配置。这些配置呢，就指的是那些交智商税的配置啊。比如说，你是一个不经常吃一些烤的东西的人，但是呢，你的房车上配备了一个烤箱，那不就是一种浪费吗？它不光是一种金钱上的浪费，更是对空间上的一种浪费。如果说是你这个地方做成储物空间，你还能装一些别的功能。房车呢，我觉得该有的一定得有，不该有的一定不能要。第14条，我觉得一辆房车制造好以后交到咱们客户手里，这个房车依然得有一定的改装潜力或者是富余的空间，供使用者实现他的特长或者是爱好。比如说是我比较喜欢听音乐，有时候还喜欢唱两嗓子，我就取消了卡座的一个 L 型的布局，这样呢，两个人坐在这个地方，腿部都不受影响。然后呢，驾驶室后方呢，我自己做了一个音箱凳啊，这个音箱凳呢是可以移动，可以在房车里边用，可以拿到房车外边去啊。这样呢，这就是满足了我的一个爱好嘛。比如说，有的人喜欢弹琴或者是弹吉他，有改装潜力和富裕空间，能够让这辆房车承载咱们的爱好，你的一些爱好的东西能装在里边，对吧？你不然空间太狭小，没有一点点富裕的空间，你的特长和爱好怎么来实现呢？第15条就是有携带第二交通工具的能力。也许你这个房车提车以后没有像我一样装一个后边的电动车架，但是呢，你底盘上这个3眼拖车孔得有。这个时候呢，咱们不管是自己购买也好，或者是后期加装也好，很容易的就把它架上去了，几颗螺丝一上，你就有了这个电动车架，就能够携带第二交通工具最近呢，我买了一辆电动车这辆电动车呢，我和小娇都可以用两个人出去买菜或者到哪一个地方以后扩大自己的这个活动范围，我觉得还是很好用、很有必要的一个东西。今天总结梳理的这15条，如果说是某辆房车都能够满足，那么这辆房车的使用感受肯定是不会差的。但是呢，还是那句话，房车是一个系统性的东西，也绝不是今天这样轻描淡写就能够完全说清楚的。想了解更多关于房车的东西，请大家继续关注我后期的视频。好，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再见。